我叫钟素心，5年前我是远洋集团的董事长。我和我丈夫白手起家，用半生心血共同创立了这个公司。而我的丈夫却因病突然离世，失去至亲至爱的打击，让我无法再面对曾经的一切。素心，你的信城里来了，麻烦你了，李婶儿。素心啊，那不是我说你咋不买个手机呢？这多不方便呀！我不爱看手机，费眼睛。那行吧，这信啊，我送到了，我走了啊，素心。行，慢点啊，李婶儿。原来是明谦要成家了，老大和老二的婚礼我都没去。这次明谦这么恳切地盼着我回去，5年了，是该回去看看孩子了。为了走出这份沉痛，我选择了隐居，把公司交给我的3个儿子，带着我丈夫的骨灰来到这个安静的乡村，在简单的日子里寻找平静。老盛，我带你回去见儿子们。老盛，咱们要回家了。佩佩，妈回信终于答应了，她答应回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老公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，争取给咱妈留下一个好印象。咱妈呀，总算肯现身了。听明谦说呀，他妈以前可是商界有名的铁娘子。大嫂、二嫂，你们说咱们那个婆婆会不会对儿媳的要求特别严格呀？哎呀，再严格也是女人。你看，我特意给咱妈托人弄来的顶级燕窝，她收到啊，一定会很开心。哎，还是二弟妹你想的周到，知道讨好了她，这以后在盛家就能坐稳了位置。不过，咱们那位婆婆那可是京城首富，什么样的顶级补品她没用过？你这燕窝在她眼里根本就算不上什么特别的东西。是，大嫂，你说的都对，我这点东西哪能入得了咱妈的眼啊？不像大嫂，你提的这辆车都能抵别人一套房子了。不知道咱妈知道你这样挥霍会作何感想呢？大嫂、二嫂，你们先别吵了，以和为贵。今天我们无论如何都要给我们的婆婆留下一个好印象。大概快点了，我们可不能迟到。喂，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呢？三少奶奶，前面是红灯，直接开过去。要是耽误了我们见婆婆，你担当得起吗？是。应该是这里了。这怎么回事？你快看，过去看看，过去看看，撞人了！是啊，什么情况？对啊，哎呀，怎么这么大个事儿啊？我的车！你个老女人，你瞎了眼了吗你？我这辆车可是刚提的新车。姑娘，我是正常停车的，是你的车闯红灯，自己撞过来的。闭嘴！你个死女人，刮花了我的车，你还敢狡辩？你怎么能动手打人？我打你怎么了啊？你欺
骑这个破三轮也敢挡我的道？知不知道我这辆车多少钱啊？就是把你这个老东西和这堆废铁都卖了，也赔不起我一个车轱辘。姑娘，明明是你们不遵守交通规则。你个该死的乡巴佬！我看你分明就是碰瓷！我给我婆婆准备的高级燕窝全被你给毁了！我不是碰瓷的，你不能冤枉人！你还敢嘴硬？你个贱人！你害我破了相，马上就要举办婚礼了，马上就要见我婆婆的第一面。如果她因此对我有意见的话，我就让你去死！几位，有话不能好好说吗？你们怎么能打人呢？我刚才可看见了，是你们闯红灯在先啊！是啊，你们的问题，怎么反倒还欺负人呢？太过分了！有钱就能为所欲为了吗？哎呦，这没事吧？闭嘴吧，你们这些乡巴佬！你们懂什么呀？这个老贱人刮花了我的车，摔碎了我二弟妹的燕窝，还害我三弟妹破了相。今天我就要让这个老贱人付出代价。没事吧？快点！我那话语之下还敢打人，你们太过分了！就是，我们要报警，让法律制裁你们！呸！你们这群乡巴佬也敢威胁上我来了！我说了我没有，大家也看到了，是你们自己闯的红灯。既然你们不讲理还打人，那我们就报警处理，让警察来判定责任。报警？你报一个试试啊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在江城敢不给我们面子，那他除非是不想在江城混了。我不信，法治社会还能让你们无法无天！你个老贱人，我看你真是活腻了呀！二妹三妹，把这个老不死的给我抓起来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个死老太婆，劲儿还不小！你看我要管管他。哎，我说你都这把年纪了，骨头还挺硬啊，都这样了，你还敢动我？你们放开我！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还有没有王法？王法？在这江城，老娘我就是王法！你刮花了我的车，我就敢弄死你！你们简直不可理喻！老贱人，刚才看你拼了命的来保护这个破瓶子，哎呦，这里面装了什么宝贝东西啊？让你居然这么舍不得啊？你想干什么？你不能碰它，把它还给我！你刚才不是说我不可理喻吗？好啊，那么今天我就让你好好看看，什么叫做真正的不可理喻！不要！怎么怕了呀？别，求你冷静点，把它还给我！还给你？你刚才的骨气哪儿去了呀？你继续报警啊！报啊！大嫂，你跟这个贱人废什么话呀？他弄坏了你的车，还毁了二嫂的燕窝，甚至都让我毁了容。他不是最宝贝这个破罐子吗？好啊，那我今天就让他亲眼看到他最宝贵的东西碎在他面前。大嫂，把这个破罐子给我，来。不，你们不能！这是他最后留给我的一点念想。我求求你，把它还给我！闭嘴！都是你这个贱人，你害得我所有的一切都毁了。我现在这张脸，我还怎么见人？我怎么风风光光嫁进盛家？怎么体体面面的见我婆婆第一面？你不让我好受，那我也不让你好过。今天我就要用这个破罐子打死你！住手！好了好了，酒店的人来了。经理，就是他们在欺负人。是谁在酒店门口闹事儿？不知道今天是什么重要的日子吗？陈经理，那你刚好告诉大家，
今天是什么日子呀？三少夫人、二少夫人、大少夫人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没有看到是你们。你们请继续。你们都听到了没有？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没有用，在江城，我们远洋集团就是天。这个酒店，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说了算。你们说，你们是谁？远洋集团，你们竟是盛家的儿媳！怎么，现在知道怕了呀？我们的老公啊，那可都是远洋集团未来的掌舵人。我婆婆，那更是江城财富塔尖上的人物。没错，你敢惹我们呀，你就只有死路一条。原来就是你们！我没想到他们竟然会娶回你们这种嚣张跋扈、品行不堪的女人！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让你们这样的毒妇迟早有一天会被赶出盛家，而你也休想嫁进盛家！你这个老不死的东西，竟然敢诅咒我弟妹！看来是我刚才太心慈手软了。今天我就让你知道得罪我们的下场。二妹、三妹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起来！既然你想找死，好啊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明谦，妈那边最后确认了吗？大哥你放心，妈已经回信了，说她今天一定到。5年了，终于能见到妈了。不过伊曼他们怎么还没到？按时间应该到了呀。明谦，你给佩佩打个电话问一下。哦。喂，明谦。明谦，妈，是你吗？喂，明谦，你是不是听错了呀？妈怎么可能会在我这儿呢？哦，那应该是我听错了。你们怎么还没到？仪式快开始了。老公，我们这路上遇到了一点小状况，我们处理完了马上就过去，别担心。我妈今天也会来，你们千万别迟到。老公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准时到的，一定会给婆婆留下一个好印象。怎么，你想求救呀？对面是我未婚夫，你还敢冒充我婆婆？别说是求救了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就算是你死在这里，也没有人敢给你收尸。在江城，没有人敢跟我们盛家作对。你们一定会后悔的。该后悔的人是你吧？就是你这个灾星，冲撞了我婚礼的喜气。我老公最在意我婆婆了，如果让我婆婆知道这些晦气的事的话，你就是死100次都不够。你放心，你们不会有这个机会了。盛家绝不会留下你们这样的人。你个死老太婆，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？看来我打你打得太轻了啊！怎么，你敢拦我？你是不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啊？这3位都是盛家的少夫人，都得罪不起啊。不是，三少夫人，要不咱们先冷静一下。我这不是害怕闹出人命，到时候不好收拾吗？一个乡巴佬而已，我们可是盛家的人，死一个乡巴佬又能怎么样呢？你们会后悔的，你们会为今天做的一切付出代价。你个乡巴佬还敢嘴硬是不是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那我就告诉你我是谁。
就是远洋集团的董事长，你们口中要见的婆婆周素心。不可能，你胡说！我婆婆可是江城第一优秀女企业家，远洋集团的创始人，怎么可能是你这副穷酸样呢？就是，你还敢骗我？你真以为我不知道我婆婆什么样子吗？你给我看好了！贱人，睁大你的狗眼给我看仔细了，这才是我们的婆婆，她可是江城商界的传奇。哼，你再看看你，一个乡下种地来的老太婆，也敢冒充是我婆婆？你真当我们好骗吗？就是，你这破破烂衫的穷酸样，还敢冒充我婆婆？再看看你那双手，全是泥和老茧，盛夫人怎么可能是你这副德行？我看呀，她怕不是穷疯了，她可能是得了失心疯。她天天白日做梦，幻想自己是豪门太太呢。那个就是我的照片。5年前我丈夫去世以后，我伤心过度，一夜白头，离开了这里。你继续编呀！我看你编的倒是挺像啊！你这个老贱人，就是想故意赖上我们，讹我们钱是吧？跟这个骗子废什么话？像他这样满嘴谎言，就应该把他打到说不出话为止。那我今天就大慈大悲，免费的让你长长记性，让你知道这冒充盛家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下场。我有证据，这是我儿子给我写的信，你们可以看。这真的是……你个老贱人，你有什么资格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让我看你这些破烂玩意儿！怎么样，疼吗？我告诉你，这才刚刚开始。你们今天对我做的一切，我永远不会原谅的。你们一定会后悔。后悔？现在你都这样了，还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？哎呦，大嫂，我看呀，只有把这个乡巴佬的贱骨头全都给敲碎了，他才能听懂人话。佩佩，来玩个游戏吧。好啊。你给我过来！今天啊，可是我大喜的日子，我也该让你沾沾喜气啊！你死老太婆，这一辈子都没用过这么贵的口红吧？我今天就让你这个乡巴佬长长见识！哎呀，好啦，上一个游戏才刚刚结束，接下来我们进行下一个游戏。好啊。我求求你，别动他，把瓶子放下。我错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给你道歉，你别动他。滚开吧你！现在想认错，晚了。不要！
你还真的不惊吓呀？现在知道道歉了，好啊。不过你得让我看到你的诚意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想道歉啊？那你就现在跪下来，给我和我二妹、三妹每个人磕3个响头。这样啊，我这兴许一发慈悲，我就把这破瓶子还给你了。否则，哎呦，我这手一滑，一不小心把这瓶子给摔了。你说这后果会是什么样的啊？不要！不要！几位小姐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吧，你们再闹下去，对谁都没有好处啊。是啊，这个瓶子也不值钱，何必这样为难人啊？闭嘴吧，你们这些贱人！你们再多管闲事，这下场就跟这个老贱人一样。少说2句吧。怎么样？你到底是磕还是不磕？我这忍耐可是有限的呀。你现在跪下磕头认错，这破瓶子还是你的，否则再过一会儿，这瓶子可就变成一地碎片了。是不是我跪了，磕了头，你就把它还给我？没错，我江一曼向来说话算话。好，我跪。你们都睁大眼睛给我看清楚了，这就是得罪我们的下场。你刚才那副硬骨头的样子哪去了？来呀，多磕几个，让大家看看你是什么样的贱骨头。再磕响一点，我根本就听不到。这个时间了，他们3个怎么还没到？还有明谦，你跟妈确认过了吗？她今天真的会回来？哎呀，大哥，我确定，妈答应了就肯定会回来的。3位盛总，酒店门口出了点状况，好像有人在闹事。什么？今天这是什么日子呀？谁敢在门口闹事啊？这是监控，您3位看看。这是妈！哎呀，这也太混乱了，这什么都看不清啊！等等，这好像是佩佩啊，大嫂、二嫂也在呢。这是发生了什么？他们难道遇到什么事情了？走，我们赶紧去看看。现在瓶子可以还给我了吗？什么瓶子啊？你在说什么瓶子啊？二妹、三妹，你们有见过什么瓶子吗？啊，瓶子什么呀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明明就是这个贱骨头自己求饶的。对啊，我们可什么都没拿啊！你们说话要算话，把瓶子还给我。还给你？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日子被你给毁了，我的脸，我的婚礼，还有我第一次见婆婆的机会，完了，全都完了！我今天就要让你这个老不死的下去陪葬！大嫂、二嫂，我绝对不能放过这个贱人！你们欺人太甚！我们就欺负你了，你能把我们怎么样？你们一定会后悔的，盛家绝对不会放过你们。你们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吗？你个老不死的贱人，现在还敢拿盛家来压我？我管这破瓶子里装的是什么？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后悔。你既然这么宝贵你这个破瓶子，那我今天就成全你。不要！哎呀！ 啊！ 哎呀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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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
二妹三妹啊，你们去把这个老贱人的头给我摁下来，让他把地上的粉末给我舔干净了。好，不是宝贝他吗？好，那你就全吃了。吃啊，多吃点儿，吃干净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妈！凭什么不让我进？快让我进去！我要超时了！说了不行就是不行，你一个送外卖的不能进，都给我住手！怎么回事？社总，3位社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一点小纠纷，我马上处理。今天是明天的大喜之日，这种事情我不希望再看到。是，你赶紧走，东西我给你送进去。切！刚才监控好像不显示在这儿啊，佩佩他们人呢？哎，盛总，不好意思，少夫人他们是在西门那边。那赶紧带我们过去啊！啊，是。放开我！疯婆子！老盛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没有护住你，对不起。老盛，这该不会是骨灰？这个疯婆子怎么随身抱着个骨灰瓶在这乱逛啊？哎呦，这也太晦气了吧！佩佩，今天可是你大婚的日子，沾了这脏东西怎么办呢？好啊，你个贱人，竟敢拿着死人的骨灰过来冲着我的喜事！我看你就是存心来诅咒我的吧！你们一定会为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千倍万倍的代价。盛总，就在前面了。你还敢叫？这不下去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还不赶紧叫保洁过来把这脏东西给我扫干净！是。还不赶紧去？不能扫，不能扫！大家，我求求你不能扫！他是我丈夫，是我丈夫。哎呦，还愣着干嘛呢？赶紧把这个贱人给我拖走，快！不要，你们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愣什么愣？赶紧扫啊！别扫了，我求你别扫了！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扫了！老盛！哎呦，快看，进垃圾桶了！妈！姨妈，你们怎么还在这儿？怎么了？佩佩，你的头怎么伤成这样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明谦，你总算是来了。我们刚刚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不长眼的死老太婆，她闯红灯，把大嫂的车都给刮坏了，而且她还把我给撞伤了。我现在妆也花了，头也疼，那我们怎么结婚？怎么见婆婆呀？林凤，你看，给婆婆准备的高级燕窝也全都打翻了。大哥，像这样的疯子绝不能轻饶，必须把人找出来。大哥，这人把事搞成这样，还让他们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绝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在江城，还没人敢这么动我们盛家的人，让我找到事实，绝不轻饶。我跟你们，这疯婆子不要命了吧？居然还想跟我们动手！看来是我刚才教训他，教训的不够。你们把他给我关进车里锁起来，让他自己好好反省。
你这个老贱人就乖乖的在里面给我待好了，等你什么时候听话了，我再考虑放你出来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我哮喘犯了，给我药！哎呀，你说把人欺负的，他快不行了，要出人命了呀！你们还是赶紧把他放出来吧，不然就真的要出人命了呀！闭嘴！他冲撞了我的婚事，这是他应该受到的惩罚。谁要是敢多管闲事，我让你们在江城混不下去！滚，都给我滚！走吧，走吧。孙老太婆，装，继续装呀！我倒是要看看，你能装到什么时候？哎呀，老公，要不我看还是算了吧，我们别为这种低贱的人生气，我们都已经处理好了。老公，我们赶紧进去吧，说不定妈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行，大家以后都小心点吧，走吧。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好像是从车里传来的。老公，你听错了吧？哪有什么声音啊？我们还是赶紧进去吧，妈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第一次见面，总不能让妈等我们吧？佩佩，你的脸色怎么那么差呀？快进去休息一下，包扎。哎呀，老公，我的头好痛呀，我们快进去休息休息吧。老公，我们赶紧进去吧，别在这耽误时间了。大哥，可能是你听错了，咱们现在赶紧进去吧。行。哦，对了，你把车处理一下，先停到车位上去。好的，盛总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车里怎么有个人啊？喂，是120吗？有人在车里昏迷了，呼吸非常困难，脸色很差，你们赶紧来呀，要出人命了！不是，妈怎么还没来呢？她也没手机，咱们完全联系不上她呀。会不会路上出什么事儿了呀？明倩，你先别急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别往坏处想。妈既然答应你，肯定会来的，可能是路上遇到什么事儿了。什么？在医院？好，我马上就到。医院来电话了，说妈刚抢救过来。什么？天哪，婆婆怎么会？究竟是谁这么恶毒？妈刚回来就遭这种罪，等我查到是谁干的，我要亲手把他们给剁了。婚礼推迟，现在没有什么事比咱妈更重要了。大哥、二哥，咱们马上去医院。哎，老公，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妈现在一定很脆弱，需要家里人陪着。我们这些做儿媳的更应该陪在妈身边照顾她。是啊，多个人多份照应，相信我们都去，妈一定会觉得宽慰的。还是你们孝顺懂事，走吧。妈，儿子们来看你了，还有伊曼他们也很担心你，一起过来看你了。大夫，我妈她怎么样了？盛夫人的情况暂时稳定了，但是她的精神受到了很大的刺激，需要安静。她也明确表示了，现在只想见到3位少爷。好，
姨妈，你先回去吧，妈这边我们来照顾。好的，老公，妈现在最需要你们照顾了。雅雅、佩佩，我们先回去吧，不要打扰妈妈休息。走。都不让我们进，你说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喜欢我们，对我们有意见？就是，人还没见到，架子就先摆上了。我看咱们的婆婆给咱们立下马威呢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她不想见我们，我们就是在这干等着，她也不会见的。赶紧回去，把这该准备的准备好，总比杵在这儿让外人看笑话强。哎，走了。妈，你没事吧？疼不疼？对不起，是我没能保护好你。妈，你别怕，儿子们来了。大夫，我妈情况到底怎么样？3位盛总，夫人的情况比看上去的更严重，除了急性哮喘发作和短暂休克，身上还有多处软组织挫伤和轻微脑震荡的迹象。什么？盛总，你看，夫人的脸上和身上的淤青和擦伤，明显是受到外力的打击和拖拽造成的。另外还有，夫人在送来的时候，她的手上也有多处被锐物划伤的伤口，失血虽然不多，但是伤口感染的比较严重。到底是谁这么狠毒？妈，你说，到底是谁干的？得让他们血债血偿。妈，你告诉我是谁伤害了你？我们兄弟3个绝对不会放过他。不只是我，还有你们爸爸，他的骨灰被那些人打碎了。爸的骨灰，他们怎么敢？这些人，我要把他们碎尸万段。妈，你告诉我，是谁伤害了你？又是谁砸碎了爸的骨灰？他们是……不，现在还不能说。在他们眼里，那3个可是温柔善良的好妻子。如果我现在说了，明后他们未必会信，反而有可能会被那3个女人倒打一耙，说是我老眼昏花认错的人。我不能就这么轻易放过他们，我要让我的儿子们亲眼看看自己娶回来的是什么样的女人。妈，您说，您放心，这不会再有人伤害您了。我没看清他们的样子，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。对了，明华、明峰，你们都结婚了。明倩，你也要成家了，你们的妻子选的怎么样啊？妈，伊曼她是一个非常知书达理的女人，将来会和我一起好好孝敬您的。雅雅特别懂事孝顺，对我也很好。她知道您回来，不知道有多高兴呢。明倩，你呢？佩佩跟其他的女人不一样，她温柔、善良，为我们的婚礼做了很多的准备。她还一直期盼得到您的祝福呢。是啊，妈，等您出院病好了，和他们见一面，我相信你也会喜欢他们的。妈，妈，是吗？那你们知道今天差点把我害死的，还有打碎你们爸骨灰的人是谁吗？妈，您是想起来是谁干的了？没有，我累了，我想休息一会儿，你们回去吧。行，妈，你好好休息。这件事情，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，不会放过那些伤害你的人。妈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明天我们再来看你。
大嫂、二嫂，我这昨天晚上呀都没睡好，就想着怎么能让咱妈更喜欢我一点。你们说咱妈是喜欢温柔一点的，还是活泼一点的？那哪知道呀？不过咱妈刚受了惊吓，咱们做儿媳的，千万得透露出点心疼才行。哎呦，还是这二弟妹会演戏呀。不过这眼泪呀是最不值钱的东西，这来得快呀，干得也快。像妈那样心里跟明镜似的人，一眼就看透了。还是不要在这儿做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，反而显得更轻浮了。有没有用？待会儿见到妈就知道了。哼。妈，我们来看您了。妈，我听说您被人打了，我在家里担心的是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着啊。哎，这儿住的人呢？你们是说钟女士？钟女士今天早上已经出院了。出院了？这怎么可能呀？明倩明明说妈伤得很严重，需要静养啊。你们是？我们是她的儿媳妇，你知道她在哪儿吗？这我不清楚。钟女士今天早上坚持要出院，医生就给她办了出院手续。我还是先给明华打电话吧。喂，姨妈，怎么样？妈好点没？哎，老公，妈不见了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你说清楚。哎，我们这儿已经进了病房，这儿的护工说妈自己办理了出院，她也不知道妈去哪儿了。老公，你说这该怎么办呀？妈没有手机，根本联系不上她。你们先在医院附近找找，我马上回来去查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老公。哎呀，赶紧走。夫人，您的茶。医生吩咐的药也备好了。福伯，哎，有件事要麻烦你。夫人，请说。以我的名义，给江一曼、关雅、唐佩佩3位少夫人正式下一份邀请函。夫人，你真的邀请他们？对，明天下午，请他们到我这里来喝茶。3位少夫人，夫人已在里面等你们了，请进。3位少夫人，请稍坐片刻，夫人啊，马上就下来。看着你们现在装模作样的样子，还真是讽刺。装吧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还能装多久。
这都等了多久了，妈怎么还不来啊？或许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。不过咱这婆婆也真是，把咱们叫过来又晾在这儿，这待客之道还真是特别。你急什么呀？既然他说会来见我们，那一定会出来的。倒是你，佩佩，你这坐稳点儿，别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还有你雅雅，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如果让妈听到了，她会怎么想？那第一次见婆婆，谁不紧张啊？还得是大嫂您这个长媳，见多识广，混得住。是啊，大嫂，你毕竟是长媳，知道的规矩自然比我们多。不过大嫂，你说咱妈，她不会是故意在考验咱吧？或者观察咱独处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？考验？也许吧。不过依我看，婆婆只是年纪大了，动作慢了些。我们这些做儿媳的，等等，那是应该的。哎呀，要不然我还是去问刚才那个管家吧。夫人到了。要不然我还是去问一下刚才那个管家吧。三位少夫人，夫人呀，临时有点紧急事务要处理，还请再坐一会儿。这都等了多久了，还来不来了？福伯，我们这些做儿媳的等妈，那是应该的，不是我们催啊。妈这么忙，我们这心里也过意不去，只是一直这样等着，怕是耽误了妈工作，影响妈休息。是啊，妈身体刚好，最需要静养了，千万别因为我们打扰了妈，劳了神。这个无需各位操心了。夫人呢，既然有自己的打算，如果三位夫人觉得无聊的话，不妨做些雅事，静静心。这几枝花呀，本来是夫人要亲自插的，只是时间不大够。如果三位愿意的话，不妨试试手艺，把花插好，摆放在这里。待会儿夫人下来的时候呀，看到这些，想必心情一定会更好的。妈还真是雅致啊！我们这些做儿媳的能为妈分忧，那自然是应该的。是啊，那我们就一边插花一边等妈来。不行，不能让大嫂二嫂抢占了先机。第一个给妈留下好印象的一定是我。大嫂二嫂，插花呀，我最拿手了，就让我来拿这个瓶子吧。哼，这个瓶子。佩佩，你毛手毛脚的呀？这下可好，妈还没出来呢，就把花瓶打碎了，她一会儿怎么看我们啊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会是一模一样的？三少夫人，您以前见过这个瓶子？我，哎呀，佩佩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大嫂二嫂，你看这个瓶子，像不像那天我们在酒店门口打碎的那个？你是说这是骨灰罐？哎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会不会讲啊？佩佩，在咱妈这里别乱说话，这只是个花瓶，你胡思乱想什么呢？三少夫人，你怎么了？这可是夫人最珍爱的一个瓶子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不小心手滑。等一会儿妈出来了，我亲自给她赔不是。
别急呀，这还只是开胃前菜呢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福伯，这本相册是……哦，那是夫人那些年在乡下居住的时候随手拍的一些照片。夫人念旧，这次回来呀，就随手带上了。乡下的照片听起来很有趣啊！像我们这样做儿媳的，就应该多了解婆婆的过去，才能更好的孝顺她。二弟妹啊，你还真是心思细腻呢。大嫂，你过奖了，这不是应该做的吗？二嫂，让我来看吧。哎，你们快看，这双眼睛像不像那天那个老贱人？大嫂，你看错了，咱婆婆怎么可能是那个乡巴佬？就是，你看咱妈虽然穿的朴素，但是气质挡不住。那个疯婆子一身穷酸气，跟咱妈比啊，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简直就是云泥之别。这怎么可能会是同一个人嘛？是，听你们这么一说，确实一点都不像。可能是我想多了。拜高踩低、见人下菜碟的功夫，你们还真是练得炉火纯青。对着自己想象中的豪门婆婆，能挤出12分的孝心，可对着普通乡下农妇，便只剩下辱骂和殴打。别急，时间还早，我们慢慢来。把我们叫过来都等了这么久，出不出来啊？不出来我们走了。是谁在我的地方这么大呼小叫，毫无规矩？妈，对不起，是我太着急了。妈，您别生气啊，佩佩年纪小，她不懂事儿，可能是因为等您等得有些心切，所以失了分寸。对啊，妈，您千万别动怒，都怪我们没有教育好佩佩，也是我们太想着急见到您了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因为我就是这栋别墅的主人。怎么可能？这儿明明是盛家别墅。因为我就是你们3个千方百计想讨好，费尽心思想见面，口口声声喊着要孝顺的婆婆钟素心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你骗人！如果你是我婆婆的话，那天在医院，明芳他们都在，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？你这个骗子，处心积虑把我们骗到这里来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啊，我算是明白了，你这个老贱人早就设计好了，故意在这等着坑我们呢。就你这个穷酸东西，还敢大言不惭地冒充我婆婆，我看你真是穷疯了，大白天的在这做白日梦呢你！冥顽不灵，良言难劝，到了这一步还在自欺欺人。哼，你还在说大话，看来你就是欠打呀！我今天要是不打烂你的嘴，我就不叫唐佩佩。你敢打我！你这个老太婆，你竟然敢打我！这一巴掌是教教你什么是规矩，什么是尊重。还在说大话是吧？大嫂、二嫂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帮我把这个贱人按住！我今天一定要让他知道我的厉害！我看谁敢！你一个冒充货，还敢在这里如此叫嚣！哼，今天我就把你这个骗子的嘴脸给撕下来！住手！来人！
干什么呀？你们竟敢这样对夫人无礼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！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个泥腿子出身的老泼妇，竟然敢出现在盛家别墅，还敢在我们面前冒充是我们的婆婆！原来背后有你这么个老男人在给她撑腰！你说什么？福伯，你还真是好大的狗胆呀！在盛家别墅里，在我婆婆住的地方，你竟然敢背后偷偷藏着你的老相好！好啊，等我婆婆知道了，看她不扒了你这身皮，不把你们这对不要脸的狗男女给赶出去！你真是不要脸，敢勾引盛家的老管家，还敢冒充是这儿的女主人，你们不会还在我婆婆的床上？咦，太恶心了！明谦，等我告诉明谦，你这个老娼妇，你们一定会被赶出盛家的。造谣生事，污言秽语，煽风点火，为虎作伥。你们这些肮脏和下作，玷污了我这里的清净，更玷污了我和福伯之间10几年主仆的清白情谊。演，你接着演啊！你个老东西，别以为有几个保镖保护你就了不起了！你敢打我，盛家不会放过你的！我们可是盛家明媒正娶的少夫人，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只不过是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老太婆。还有你们一群没眼力劲儿的东西，放开我们！得罪我们就是得罪整个盛家。对，你们看清楚，我们3个是盛家正牌的少夫人，而这个女人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骗子，她打了盛家少奶奶，罪该当死。你们要是帮她，就是同谋。他们说的没错，这3位确实是盛家夫人，身份摆在那儿，得罪不起。眼前这位夫人，她虽然气势不凡，可毕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她就是盛夫人。万一是她和福伯串通好的呢？你们为这种狐假虎威的女人卖命，根本就不值得。我这里有100万，如果你们现在谁帮我按住她的话，这100万就归谁；否则的话，等我老公来了，你们也全得完蛋。你们敢动一下试试？这位夫人，对不住了，我们认的3位少夫人是盛家的人，但是您的身份我们没法确认。张强，你的母亲尿毒症晚期，1周要做3次透析，而你的工资就是她的救命草。李建国，你的妻子5年前车祸去世，独自抚养一个7岁的女儿，你就怕她生病，因为请假要扣钱，而你的工资1分1厘都要精打细算。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因为10年前远洋集团安保部扩招，你们是我钟素心亲自招聘进来的。夫人，我们错了。夫人，是我们一时糊涂，被金钱蒙蔽了心智，请您高抬贵手，放过我们这一次吧。对，你们2个臭货，全都被他给骗了！一定是你这个老不死的管家，一定是你把信息全都泄露给了他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还不快去把他给我按住啊！还有你们，这100万，你们都不想要了吗？唐佩佩，你以为用钱就可以解决一切？更何况你拿的可是盛家的钱。你也知道是盛家的钱，看来你这个老管家平常没少从盛家拿钱啊，装的是人模狗样的，原来是家贼。福伯，你个老不死的叛徒，盛家养你几10年，你就是这么报答的吗？我要把你吃里扒外、勾结外人，还有陷害少奶奶的事情全部告诉明峰，还有你偷钱泄密，包括跟这个老夫人的事情。
等明华知道了你们这些事情，他是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我要亲眼看着你们下地狱！哼，我倒很想看看，他们见到我的时候是怎么不放过我的。夫人，是3个少爷回来了。什么？明华他们也会来这里？是我叫他们来的。什么？明华他们也会来这里？敲这么久都没人应，看来妈也不在这儿。这可是妈以前最喜欢的别墅，如果这儿都不在，妈还能去哪儿呢？我们可是找遍了所有能想到的地方了。算了，心别在这儿耗着了，再去医院找找看吧。老公，佩佩、大嫂、二嫂，你们怎么也在这儿啊？明谦，你们总算来了，我们被骗了，我们是被骗到这里来的。什么呀？那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你说清楚呀！明谦，这个别墅里有一个疯女人，她不光把我们骗过来，她还动手打了我们。老公，你看我的脸，好痛哦！没事吧？丫丫，你也被打了。老公，我们也是一片好心，我们想着妈喜欢这里，会来这里散心，所以我们就想着过来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找到妈，好好的陪陪妈。可是谁知道就遇见了那个疯女人。你们啊，就是太孝顺，太善良了。不过，到底谁这么大胆，敢动手打你们？就是佩佩结婚那天，在酒店门口撞我们的那个疯女人，她今天就是来报复我们的。明华，你们可一定要替我们做主啊！放心吧，不管是谁，敢打我盛明华的妻子，敢动我弟弟们的媳妇，我绝对不会轻饶了他。走，我们一起进去，我倒要看看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。妈，妈！哪位？明华，是我。妈，真的是你们吗？是我。你们现在在半山别墅门口。对，妈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妈，您到底去哪儿了？医院说您自己出院了，电话也联系不上你。妈，你知不知道这几天我们快把江城翻遍了？妈，现在身体怎么样了？安全吗？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啊？妈？妈，您说句话呀，妈。我没事，身体好多了，有些旧事需要处理一下，所以没有告诉你们具体方向。明谦，哎，妈，我在呢。你的婚礼定在什么时候？妈，没找到您，我没心思结婚，所以这婚礼就一直推迟着。现在我回来了，你的婚礼呀，该提上议程了。妈，你的意思是？定好日子通知我，到时候我一定准时出席。好，妈，我保证一定把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，让您高兴啊！好，越风光越好。到那天，我要让江一曼、关雅、唐佩佩这3个女人风光大放。哎呀，师总，好久不见了，上次多亏了你，互相扶持都可以帮忙，有机会才能够合作。我们先上一杯，来。少夫人、二少夫人，今天真是光彩照人啊！3少爷大婚，盛家3喜临门，福气满堂啊！2位少夫人真是愈发有当家主母的风范了。2位少爷能娶到您2位，真是前世修来的福分。盛家有您2位长内，必定是更加兴旺。这些呀，都多亏了明华他们的信任，
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施展空间。一个家庭想要和睦相处啊，总是要内外齐心才好。大嫂说的对，像盛家全家和睦，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。妈，您来了。妈，您气色看起来好多了，路上累不累？妈，谢谢你能来，我太高兴了。我没事儿，你们不用担心我。妈，那您是先去休息室，还是直接去宴会厅？不用特别照顾我。今天啊是明谦的主场，你们去忙你们的，我自己进去就行。那怎么行呢，妈？我陪你。听话，你们快忙去吧。那妈，我们先去忙，等我们忙完回来陪你。哎，对了，为了以防万一，这几个保镖会跟着你，保护你的。你们有心了。那我们先走了吗？走了吗？去吧。老夫人好。这位夫人是谁？以前从没见过，这通身的气派不一般啊！对，就是。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当然是来参加我儿子婚礼的。这位难道就是传说中隐居多年的盛夫人钟素心董事长？看着是有点眼熟。你这个贱人，还不赶紧给我滚出去！今天可是我三弟的婚礼，是盛家大好的日子，可不是你这个贱人随便能捣乱的。保安，保安呢？把这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疯婆娘赶紧给我赶出去，别脏了这里的地！我看谁敢动我一下试试。您当真是盛夫人钟素心？怎么可能？别听他胡说！我问你们在座的所有人，之前有见过这个女人吗？各位都在江城的商界混了几十年了，远洋集团创始人钟董事长是眼前这副模样吗？钟董事长5年前那可是风云人物，我只在电视上见过，跟今天这位不太一样啊！你这个贱人听到了吗？这儿的人没有人认识你，更不可能会有人信你，还不赶紧给我从这儿滚出去！一个不知道从哪里蹦出来的乡野山妇，也敢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叱咤风云的钟董事长，真是想攀高枝，想疯了。我看他是穷疯了，明知道今天是盛家的喜事，还想趁机大捞一笔。识相的话，就立马给我夹着尾巴滚出去，不然这是在逼我们亲自动手啊！不用急，一会儿你们自然就知道我到底是不是。一会儿你们自然就知道我到底是不是。通知下去，远洋集团即刻起全面停止与张氏集团和李氏集团的一切合作。你怎么认识我们？光什么？张董、李董，你们好歹也是见过世面的人，就凭这个女的，随便打个电话装模作样说上几句话，你们就信了？我用盛家少奶奶的名誉担保，绝对不可能被取消合作。你这疯婆子，真当在座各位都是3岁小孩啊？还远程指挥远洋集团，真是疯了！你演戏演得挺认真啊，我看你是电视剧看多了，得妄想症了吧？啊！我的天，远洋集团真的发布停止合作的公告了！什么？不会吧？怎么会这种事儿？真停止了？什么？喂，郑总不好了，我们收到了远洋的终止合同，就这么一会儿，我们的股市已经蒸发了3个亿了。什么？董事长不好了，董事长，我们所有的合作资方都是要取消合作，资金链可能要断了。什么？你到底做了什么？像你们这种趋炎附势、见利忘义的企业，我们远洋集团绝对不会合作的。大家别信他的，远洋集团现在可是由我老公和2位弟弟在掌管，终止合作这么大的事儿，
怎么可能会凭这个贱人一个电话就能解决呢？真是骗鬼去吧！我看呀，一定是这个贱人不知道用了什么黑客手段，伪造的公告。不对呀，张董、李董，你们千万不要自乱阵脚。这个贱人，他就是想报复我们，装神弄鬼。装神弄鬼？那你们看看这个。真是啊，以后不是这样。这个真的是盛夫人？我是不是钟素心，还不需要向你们解释。今天我这么做，完全是履行我丈夫临终前和我的约定。记住，远洋集团是我们白手起家打拼出来的，钱能再赚，得诚信，良心不能丢。我们的合作伙伴最重要的就是良心，那些唯利是图、拜高踩低的企业不能合作。你替我守好这道关，别让咱们的心血脏了。现在，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？这是圣祖没错，完了完了，我们真的完了。看来你真的是钟董事长啊！不可能，假的。对，这个视频一定是假的，一定是 AI 合成的。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什么东西做不出来？对，就是 AI 视频。你这个贱婆娘，为了吓唬我们，伪造视频，利用张董和李董的公司来吓唬我们，你就是为了报复。报复？你说对了，我就是要报复。我报复的是你们这种嚣张跋扈、狗眼看人低的虚伪品行。像你们这种女人，根本不配踏入我们盛家的大门，不配叫我一声妈，更不配当我儿子的妻子。你这个贱人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你这个贱人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眼睁睁看着我被他打吗？赶紧把这个老贱人给我抓起来，给我扔出去！住手！夫人，你没事吧？这不是盛家的老管家福伯吗？连福伯都这么恭敬地叫他夫人，那他的身份应该假不了。他真的是钟董事长。你们不要被这两个贱人给骗了，就是这个老不死的管家，是他里应外合，帮着这个老女人伪造身份，把你们所有人都骗得团团转。对，他们在骗你们。这个吃里扒外的老东西，从乡下找来这个老太婆，他们合起伙来串通一气。看来那天在半山别墅给你们的教训还不够啊！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？立刻把这个老贱人给我抓起来扔出去，否则我让你们全部滚蛋！是。怎么又是你啊？哈哈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就是你们早就被这个老女人给收买了，对不对？之前在半山别墅，就是你们这些吃里扒外的狗东西，和他里应外合，合起伙来演戏骗我们。怪不得这么卖命，原来不是简单的拿钱办事儿。该不会你们几个都跟这个老太婆睡了吧？要不然怎么跟狗一样随叫随到，说咬谁就咬谁啊！满嘴污秽，把你的嘴巴放干净点儿！竟然敢打我！我说错了吗？你做的那些肮脏事不让人说了吗？你个乡下来的老太婆，凭什么让这些保镖对你言听计从？你个老娼妇！你这个贱人！盛家的门槛，可不是你们这种满嘴污秽、心思肮脏的人可以见的。你们在这给我等着，我要告诉我老公！走！明华，姨妈，你的脸怎么回事？谁打的？这怎么回事？谁把你们吵成这样？明华，在里面那个疯女人她又来了，就是在婚礼前酒店门口撞我们的那个疯女人，她混进去了，她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她打我们，你看我这脸。明峰，那个疯女人，她竟然还说我们不配进盛家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
又是他，竟然敢追到这里来闹事！敢在我三弟的婚礼上动手打人，真当我盛家没人了吗？那妈呢？妈不是先进来了吗？你们看到了吗？是啊，妈有没有被那个疯女人冲撞到？妈，我们没有看到妈，这里面只有那个疯女人。难道那个女人真是我们的婆婆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那个一身土气的疯女人，怎么可能是我们的婆婆？就算是5年不见，骨子里的贵气和修养也绝不会变成那副鬼样子。再说，哪有当妈的会大闹儿子的婚礼，还把儿媳妇打成这样？哼！你们都没看到妈？没有。走，赶紧进去，先把妈找到，再去会会那个疯女人。三弟的婚礼马上开始了，先干正事。竟然有人敢在我盛家的场子闹事伤人，我看他是活腻了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新郎邵明谦先生入场。妈，您到底在哪儿呢？就是他！妈！你说那个闹事的疯女人呢？在哪儿呢？刚还在这儿，奇怪了，怎么就过了一会儿人就不见了？妈也找不到了。现在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与祝福，欢迎我们的新郎与新娘入场。今儿是明谦的大日子，不宜闹大，先举行婚礼。只要那个闹事的不再出现，那就等婚礼结束再说。妈的安危最重要，我们去找妈。仪式马上开始了，别让三弟为难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这个贱女人！明华，就是她，她就是那个疯女人。蜜蜂，快把她抓起来！就是她打的我们。不管你是谁，给我出去！妈！明华，你们刚才叫她什么？伊曼，你怎么了？这是咱妈呀！大哥，你说什么？你说她是你妈？咱妈怎么可能是这个模样呢？废话，还能有假？你们今天怎么回事？怎么连自己婆婆都认不出来了？可是她明明是那天在酒店门口撞我们车的。怎么支支吾吾的？发生了什么？你说出来呀，佩佩。伊曼，关雅，把话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发生了什么？我看他们是不敢说吧。不是，妈，误会，都是误会，都是我们有眼无珠，没能认出来您。妈，我们错了。误会？好啊，那你敢不敢把这些误会一五一十、原原本本的告诉我的儿子们？你们敢吗？江一曼，你说到底怎么回事？不说是吧？行，关雅，你来说。他们不敢说，我替他们说。不要说，妈，我求您，千万不要说都是我们的错。你怎么罚我们都可以，打我们、骂我们，但我求你千万不要当着他们的面说出来。妈，是我们眼瞎，是我们混账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您就饶过我们，您就可怜可怜我们吧。把你们的脏手给我拿开！我早就和你们说过，你们不配叫我妈，也不配做盛家的儿媳。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快说，儿子们给你做主。从我踏入这个大门开始，这2位所谓的盛家少夫人联合这些人，说我是骗子，骂我是老贱人，
说我这个乡巴佬不配做你们的妈，还让保安把我赶出去。妈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们的错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认错。妈，我们认错，我们认错，您原谅我们，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吧，妈。你们的心被狗吃了吗？那是我们的妈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这么对她？妈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妈，您的身份是何等尊贵，我们要是认出您了，就是给我们10000个胆子，我们也不敢对您不敬啊！是我们瞎了眼，是我们没有早点能认出您来。妈，那天我真的以为你就是一个乡巴佬，想要碰瓷，所以才酿成大祸。妈，如果我现在把我眼珠子抠出来给您赔罪。所以你们的意思是，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乡下老太婆，就可以随意羞辱，这就是你们骨子里的教养和本性。不是的。所以你们以前的温柔贤良，都是在演给我们兄弟几个看。一旦面对你们认为可以随意欺凌的弱者，你们就表现出来欺软怕硬、嚣张跋扈的真面目。江一曼，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是我们瞎了眼，看错了人。关阳，没想到你骨子里是这么狠毒的人。你们一起欺负妈的时候，难道一丝良知都没有吗？我对不起，妈，对不起。我告诉你，也告诉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我妈是我们兄弟最重要的人，没有她，就没有我们兄弟3个，就没有现在的盛家和远洋集团。谁伤害她，就是在挖我们兄弟的心肝，也就是与整个盛家为敌。我们绝不原谅，绝不罢休。妈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责罚我们，怎么罚我们都肯定希望你能原谅我们。妈，我认错，我给您赔罪，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改过自新吧。今天是我嫁进盛家的大日子，千万不能让明谦他们知道那天酒店门口的事。还好那天酒店的监控已经被大嫂找人删干净了，死无对证。只要我咬死不认，根本就拿不出证据，我依旧还能成为盛家的儿媳。对，就这么办。妈，你看，大嫂、二嫂他们都已经知道错了。今天怎么说也是我跟明谦的大喜日子，这么多宾客都在看着呢，这良辰吉时耽误了的话，怕是不太好啊。妈都被欺负成这样了，你居然还有心思惦记婚礼？唐佩佩，我真不知道你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。你倒是提醒我了，这婚礼还是要继续的。福伯，把我给这位3少夫人的礼物拿上来吧。礼物？之前都发生那些事了，他怎么可能好心给我准备礼物？不对，这肯定不是好东西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怎么有不好的预感？妈，你到底要给我什么呀？明谦平时对我真的特别好，我什么都不缺的，就不劳烦您破费了。既然是新婚，礼物还是要送的。你过来，自己揭开看看。这是我的一片心意，也是对你的祝福。佩佩，既然是妈送的，你就收下吧，不能辜负了妈的好意。怎么了？这瓶子里面是什么？这个瓶子是干什么用的？你不看3少夫人的脸，白得跟纸一样，抖成那样，感觉很害怕的样子。这个瓶子肯定有问题。这瓶子怎么这么像骨灰瓶？
妈，这瓶子是……唐佩佩，这个瓶子你还认得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都到现在了，还说不知道？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这个瓶子和那天在酒店门口你抢走打碎的瓶子，还有在半山别墅出现过的瓶子，是不是一模一样？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罪该万死，求你饶过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半山别墅，酒店门口，所以那天你们3个在半山别墅见到了妈。我们当时找妈找得那么着急，你们为什么要瞒着我们呀？面前，这一切都是误会，我也是今天才知道，那天在半山别墅的人是妈。可是那天明明是他把我们几个人骗过去，故意耍我们的，而且也是他先动手打了我们。明倩，那天我脸上的伤你都看到了，我们才是受害者。大嫂、二嫂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是，明华，明明是我们一直都在被打，我们要是错，也是错在没有认出妈来。可是妈下手也太重了。还好酒店门口的监控早就处理干净了，只是今天在半山别墅语言侮辱几句，还不至于死吧？绝不能让明华他们知道酒店门口那件事。对，那天我们只是认错了人，可是他二话不说就打我们，我们明明才是受害者。说够了没有？那天我把你们3个叫到半山别墅，难道你们不知道原因？都到这个份上了，你们竟然不知悔改，当着我儿子的面颠倒是非，我看你们3个真的是无药可救。3位少爷，本来有些话我不该多嘴，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就在刚才，他们竟说我和夫人竟然有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。什么？真是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就在刚才，他们说夫人和这几位保镖，还有那见不得人的事儿，说的那些脏话，脏得我实在说不出口。我活了半辈子，在盛家待了这么多年，我从来还没见过夫人受过这么大的侮辱。你竟然敢这么侮辱我妈，还敢这么侮辱从小看我长大的福伯，江一曼也好大的胆子！福伯在盛家辛苦操劳几10年，在我们心里，他就是半个家人。你们竟然用这么肮脏的谦词揣测他和妈之间的主仆情谊，简直比野狗还脏！唐佩佩，我没想到你居然也是这种思想肮脏龌龊的小人！你也配站在这里说爱我？唐佩佩，你真让我觉得恶心！明倩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明倩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！拿开你的脏手！你要道歉的人不是我。妈，你凭什么最疼明倩了？我求求你了，你帮我劝劝她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！现在这么多宾客都看着呢，如果要是取消婚礼的话，丢的可是盛家的脸面。妈，你就看在盛家的面子上，你让我把婚礼继续吧，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你想继续婚礼？我想，只要能继续婚礼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，什么都可以。好，那就继续吧。谢谢妈，谢谢妈。妈，都这样了，我还怎么结这个婚呢？他那么侮辱你，我指定不能要他呀，妈！
这个婚我不结了。明谦，你不能不要我。明谦，我知道错了。你看，妈她都已经不计较了，她都说了让我们婚礼继续的。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对妈，我一定难得当亲妈也好好伺候。我求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闭嘴！妈不跟你计较，那是因为她大度。我盛明谦绝对不会娶你这样一个满口污秽、心肠歹毒的女人。这个婚我是不可能结的。明谦，明谦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妈她亲口说的，她已经原谅我了，她自己说了让我们婚礼继续的。妈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帮我劝劝明谦吧，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婚礼当然继续，这么好的日子，这么重要的场合，怎么能停下来呢？妈，这盛夫人怎么回事？儿媳都这么对她了，还要劝婚？我看就是心太善，被拿捏住了。明谦，这婚礼必须继续，毕竟好戏才刚刚开始。谢谢妈，谢谢妈，谢谢你宽宏大量。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孝敬你，把您当做亲妈。不，我一定对您比对我亲妈还要亲。盛总，盛夫人，这真的还要继续吗？继续。好，各位来宾，接下来让我们用一段珍贵的影像，一起回顾新郎与新娘从相识到相知的甜蜜瞬间，以及他们对彼此的爱与承诺。你放心，你们不会有这个机会了。盛家绝不会留下你们这样的人。你个老太婆，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？看来我打你打得太轻了啊！今天呀，可是我大喜的日子，我也该让你沾沾喜气呀。那我今天就成全你。哎呦，哎呀！天哪，这也太狠了！这件事简直不是人干的呀！这就是把人往死里打呀！盛家怎么娶了这种人进门？这是盛董事长的骨灰，你们居然连盛董事长的骨灰都敢砸，简直禽兽不如啊！这是！完了，完了，这一切都完了！不可能！这监控，我明明叫人把监控删除了呀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假的，这一切都是假的！居然这样对我妈！还有我爸的骨灰，那可是我爸留给我们最后一点念想，居然是被你们亲手砸碎的！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求求你放开我！错了，你一句错了就能弥补你那样肆意殴打我妈、侮辱她，就能换回我爸的骨灰吗？啊！唐佩佩，你这个毒妇，我今天就让你下地狱去陪葬我爸！明谦，因为这样的毒妇脏了自己的手，不值得。明谦，我知道错了，
你就看在我们之前所有的情分上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原谅我吧。以后说什么我都听你的。那是我妈和我爸。汤佩佩，我恨不得现在就让你去死。原谅这2个字，你永远都不配提。是你，江一曼，你这个最毒的帮凶！伙同唐佩佩和关雅殴打我妈，到头来还颠倒黑白，说我妈是碰瓷的无赖。明华，你打我，你骂我都行，我求你，你千万别不要我。明华，我和你结婚了这么多年，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，我求你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！饶过你？你殴打我妈的时候，想过饶她吗？现在知道求饶了，晚了。关雅，你他妈也不是好东西，在旁边煽风点火，添油加醋。你以为你能撇清？看着妈被欺负，你心里是不是很爽？你这贱人，同样该死！明峰，我没有，我当时只是不敢说话，我不是始作俑者，我就是太着急了，我把咱妈的东西都给摔碎了，我太着急了，没认出来那是咱妈呀！着急就能动手打人，着急就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欺负我妈。你在旁边笑的时候，我怎么没看出来你一丁点着急的样子？想起你那副嘴脸，我就觉得恶心。我给咱妈道歉，我给咱妈道歉。妈，我错了，妈，我错了，我给您道歉。妈，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我向您道歉，我向您认错，我只求您的一句原谅。妈，是我嘴贱，我手贱，是我蒙了心，是我瞎了眼，妈，都是我的错，你要怎么责罚我都行，妈，你就让我跪着伺候您一辈子都行，我错了，我该死！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我不是人。但是我就求你一件事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帮帮我，千万不要让明倩不要我求求你了，妈，我求求你了。你们现在认错，是真心觉得自己错了吗？不，你们只是怕。你们怕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，怕承担责任。当你们把人命视为草芥，把我锁在车里，看着我哮喘发作，拼命拍窗求救，却无动于衷，甚至在外面放声嘲笑的时候，你们可曾想过会有今天？救命！救命！你们那不是疏忽，不是误会，你们那是要我的命，是故意谋杀！他们竟然敢把你锁在车里，毒妇！妈有哮喘，我们兄弟从小到大，不管是在车里、家里还是公司，全都备着妈的药，我们连在她面前大声说话都不敢。你们竟然敢把她锁在车里，江一曼，你还是人吗？你们连畜生都不如！毒妇，蛇蝎心肠都比你们干净，你们根本不配活在这世上。唐佩佩，事到如今，你居然还想让我娶你，我恨不得亲手把你送进地狱。不是的，这个监控视频它一定是假的，一定是有人故意在那陷害我们的。那你酒店门口的视频，我明明都已经删掉了呀。这个视频它一定是假的。对，这个视频一定是假的。现在 AI 技术这么先进，什么东西它做不出来？视频是假的，
一定是有人想故意栽赃陷害我们。哦，照你的意思，是我故意伪造视频来陷害你们？反正不管我怎么求，这个老东西和明华都不肯原谅我。横竖都是死路一条，不如豁出去，咬死不承认。没有证据，他们能拿我怎么样？没错，是你一开始就想方设法设局陷害我们。再是半山别墅，你故意试探我们，现在又拿一个假的视频来栽赃陷害，你才是最阴险的那个人。可是我们那天去酒店查监控，发现监控被人删了。你说，如果这所有的事情都是假的，为什么会有人心虚到要删监控？那天你们说你们被人欺负了，我们当时听信了你们的鬼话，特意跑到酒店去调取监控，想要给你们讨公道。可你猜酒店是怎么给答复的？酒店说系统故障，部分监控丢失。你说怎么会那么巧？是你对不对？或者是你们偷偷删掉监控，掩埋罪证？你们做贼心虚，想毁掉证据。不是我，明华，你要相信我，不是。那是你们！不是我做的。监控的事情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是吗？你们当真什么都不知道？当然，反正不是我做的。好，福伯，进来吧。陈经理是吧？完了，他怎么来了？那天就是我逼他删的监控，他要是露出来，钟董事长，是我没长眼。那天我真的不知道是您，大驾光临，我错了，我罪该万死，求您高抬贵手。陈经理，都到现在了，说这些有什么用？现在，我要你当着这里所有人的面，把那天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说出来。是，那天的确是3位少夫人，他们对钟董事长拳打脚踢，下手还特别重，还把盛老先生的骨灰瓶给砸碎了，说那东西冲撞婚礼，晦气。后来他们把钟董关进车里，不肯给药。之后没过多久，大少夫人就让我把门口的监控视频给删了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酒店监控系统有个设置，彻底删除需要24小时缓冲期，只有高级权限才可以恢复。是，没过多久，夫人让我找到这位陈经理，把当时删除的视频找回来了。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好啊，删除监控。你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做错了，但你们根本没有认错的打算，你们就想一错到底掩盖罪行。江一曼，我们离婚。明华，不能离婚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删视频，我不该撒谎，可是我怕我说出来之后你不要我了，我才这么做的。我求你了，明华，你不能跟我离婚啊！现在知道错了。你刚才不是口口声声说视频是 AI 伪造的吗？不是口口声声说咱妈陷害你吗？江一曼，我盛明华这辈子做过最错的事情，就是娶了你这种得心心肠的女人。没错，关雅，这婚我给你离定了。你们不仅心肠歹毒，行事狠辣，事后还如此处心积虑掩盖罪行，你们是把我兄弟当傻子吗？这场婚礼本身就是个笑话，是我盛明谦这辈子最大的耻辱。明夫，你就原谅我吧。你看在我们夫妻感情多年一场的份上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孝顺妈。妈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千万别不要我。明谦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让我们再试试好不好？你还有脸面说真心，说情分？
像你们这样的蛇蝎女人，最没有的就是真心，就是情分。你们最该磕头道歉的，不是我们，是我们差点被你们害死的妈，是被你们砸碎骨灰不得安宁的爸。妈，千错万错都是我江一曼的错，我什么都不求，我只求您开个金口，说句原谅我，我求您了，我求您了，妈，求你原谅。你们现在这副痛哭流涕、悔不当初的模样，不是良心发现，更不是真心认错，而是因为你们的豪门梦碎了，盛家少夫人的位置坐不稳了，所以才害怕。明华，报警吧，把这3个心肠歹毒、目无尊法的人交给法律处置。是，妈。不行，妈，不能报警，不能报警，我们可是一家人呀，哪有把自己家人送进去的道理？这是家丑，家丑不可外扬。妈，无知者无罪，你就发慈悲善心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吧。一家人像你们这样的毒妇，根本不配进盛家的门。无知者无罪，你还有脸说出这样的话？你还是人吗？简直丧心病狂！看来你们是彻底忘了，我早就说过，你们一定会后悔。现在我在最后问你们一个问题，除了这些，你们这些年在盛家还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不是，没有。看来是还有事情瞒着我们，不说是吧？行，那就直接把你们交给警察，让警察来审。福伯，立刻报警，把这3个蛇蝎女人做过的罪行一条条给我记下来，记清楚，该判几年，让法律说了算。是。是他们，都是他们的错。爸的骨灰是唐佩佩拿着砸碎的，都是他们指使的，不是我。我只是在路边，我是被他们逼的。你放屁，江一曼！要不是这个老太婆，咱妈撞坏你的新车，你会这么生气吗？你以为我就没有你的把柄吗？你在公司做了多少脏事？你个贱人，你给我闭嘴！我偏要说，你做的那些脏事都不能说了吗？这些年你从盛家的账上挪了多少钱往你娘家填窟窿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做的特别天衣无缝啊？滚呀！你血口喷人！你个贱人，我问你，你外面养的那个小白脸到底是谁啊？你拿着盛家的钱，却在外面养野男人，你才是那个贱人！妈，你看他们都坏透了，只有我是最无辜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唐佩佩，你还有脸在这装清纯？我问你，是不是你那个弟弟在外面欠了一屁股的高利贷？是你这个贱人用明谦给你的钱去给你那个弟弟还债，是你私自动用了关系，让你那个废物弟弟在远洋集团混日子。你以为这件事就没人知道吗？啊！你闭嘴！看来有些话问是问不出来了，还得用这种方式，才能让你们自己全都说出来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怎么来了？是谁让你来的？少夫人，您还是对钟董说实话吧。前2天他去公司把什么都给查出来了。什么？你还想去哪儿？姐，对不起，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啊。人都到齐了，是不是诬陷，是不是栽赃，听听他们怎么说不就清楚了。第一个，就先让我们远洋集团的财务总监说说吧。在过去3年，少夫人利用她的身份逼我们
通过虚构交易从远洋集团弄走了数十亿的资产。你胡说！我没有。钟董，各位盛总，这个就是证据。10个亿，江一曼，你好大的胃口！我没有，是你血口喷人！我怎么可能会动用公司的钱呢？一定是你挪用了公款，想拉着我当垫背的。明华，我真的没有，你要相信我。这分明就是诽谤，这陷害。少夫人，既然你这么说，我就要拿出别的证据了。幸好我留了一手，就是怕东窗事发，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怪到我一个人身上。这批货的账你帮我评一下，利润我8你2。大少夫人，这风险太大了，万一被查出来。怕什么？有我顶着。远洋集团姓盛，我老公啊是盛明华，就算查出来，谁能把我怎么样？你照做就是了，亏不了你。江一曼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明华，我错了，是我挪用了公司的钱，我认，我都认，我求你原谅我。好了，下一个吧。中间那位小伙子，你说和关雅是什么关系？我和关雅，是他主动找的我。她说她老公忙，没时间陪她，就包养了我，她还给我买了房子、车子，还给了我钱，那些钱都是她从盛家拿的，不差钱。你胡说！你告诉我是谁给你钱，让你这样栽赃陷害我的？关雅，你不能翻脸不认人啊！今天情人节你还跟我在一起，你脖子上那条项链还是我给你挑的。你血口喷人！你有什么证据吗？我有证据，转账记录、微信聊天，还有我们在一起拍的一些视频，都在这儿。完了，我们全完了！贱人，竟然敢拿着我们盛家的钱在外面养小白脸！明峰，你听我说，是他勾引我的，是他先来找我的。明峰，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明峰，你原谅我。我说，只要不抓我，我全都告诉你们。你个混蛋！我帮了你那么多，你现在要是敢说一个字，我就要了你的命！让他说。都是我姐，她让我说富二代，其实我们家就是县城里的普通家庭。我前几年赌钱欠了高利贷，利滚利越来越多，我实在是还不起了。我姐她就攀上了盛家孙少，拿他的钱帮我还了赌债，还把我安排进了远洋公司去工作。你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！我给了你那么多钱，结果你现在反咬我一口！你给我滚！我以后再也不会给你1分钱！姐，你现在自己都自身难保了，你还管我呢？反正我这该说的我全都说了，要死就一起死，你死不了。妈还说了，你得照顾我一辈子呢。我们接到报案，并掌握相关证据，依法对江一曼、关雅、唐佩佩因涉嫌故意伤害，请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不，明华，千万不要让我去坐牢！我什么都不要，我什么都不要！明峰，你听我说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以后滚出江城，我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了！你别让我坐牢，我求求你了！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罪该我死，我罪该万死！我求求你们，不要抓我，不要让我坐牢，不要抓我！放过你们，让你们拿着从盛家搜刮的钱，再换个地方逍遥。做梦！我早就和你们说过了，你们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千百倍的代价。现在时候到了，还有什么话去跟警察说吧。警察同志，请把这些违法乱纪的不良分子赶紧带走。盛明华，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嘛？我都已经这么跪下来求你了，你还是不肯放过我，你非要看到我死你才甘心吗？是你这个老东西，你如果不出来的话，就不会有这样的事，这些都怪你！事到如今，还敢侮辱我妈！警察同志，赶紧把他带走！盛明华，
你这心可真狠啊！我跟你结婚了3年，我陪你睡了3年，你非要把我送进去，你真的就是无情无义，禽兽不如！盛明峰，我真是看错了人嫁给你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们盛家3位都是无情无义的伪君子。跟你们这些蛇蝎心肠的人讲情，才是对不起我妈，对不起我爸，对不起盛家的列祖列宗。我们的情谊只给值得的人，像你们这样的毒妇，连我们1分1毫的同情都不配得到。现场的各位公司与企业都是与远洋集团有业务往来的，我今天盛明华就把话放在这儿，远洋集团绝对不会与拜高踩低、趋炎附势、毫无商业底线和做人道德的企业合作。是，那是一定的。盛总，今天都是误会，我们也是一时糊涂，被那3个女人蒙蔽了。是啊，盛总，我们知道错了，再给一次机会吧。合作不能停，停了我们的资金就断了。这些与我无关，我现在也不想听到这些。最后是什么结果，都是你们自己咎由自取的。那么现在，请各位离开。这很冤枉啊！就是他们害的。走吧，哎呀，谁能想到？走吧。早知道就不来了。没想到，真是的。还有你，在酒店门口帮着那3个毒妇欺负我妈，跑前跑后删监控。你这种人，怎么配在我们盛家的产业里工作？盛总，我错了，我也是被逼无奈啊。他们说，要是我不照做的话，就让我在江城混不下去。我上有老，下有小，我不敢得罪他们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改过自新。盛家容不下你这种人，收拾你的东西，赶紧滚！是。夫人，3位少爷，那我就先下去了。妈，是我们不孝，是我们被猪油蒙了心，没有看清人的真面目，把那样的毒妇娶回家，害你吃了那么多苦，受了那么多委屈。妈，我们枉为人子，是我们错了，妈，我们对不起你，对不起爸，让他在天之灵，也不得安宁。妈，我差点娶了害您的人，我真该死，妈，我无法原谅我自己。起来吧，都起来。错的不是你们，是那些心术不正的人。吃一堑长一智，以后啊，把眼睛擦亮一些。是，妈，您回来之后，咱们一家人还没有好好聚一聚，要不回家咱们一起吃个饭。去墓园看看吧，我们一家人去看看你爸。好。明华、明峰、明谦，爸今天说上几句。咱们盛家呀，从白手起家到现在，那靠的不是运气，那是良心和底线。所以你们找媳妇的时候，一定要找一个品行端正、心地善良的人。我跟你妈呀，不求他们对我们有多孝顺，只求他们
能跟你们能够同甘共苦，在你们走歪路的时候能够拉上你们一把。你爸这是怕你们被那些图咱们家钱的女人给骗了。我希望呀，咱们家的企业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。可这要传得久呀，一定得找对人。不仅仅是对的另一半，对的同事，对的合作伙伴同样的重要。只有品行端正的人，才能使咱们家，还有咱们的企业走得更远，走得更久。爸，您放心吧，我们记住了。爸，你就放100个心吧。我以后找媳妇儿，肯定找一个眼睛亮堂的、心善的，绝不会让那些图咱们家钱的女人钻了空子。那我就找一个跟您还有妈都合得来的，这样咱们一大家子开开心心的。好好好，你们3个臭小子，妈等着啦。爸，儿子识人不清，儿子不孝，让妈受了天大的委屈。这周我清除了集团内部所有的蛀虫，这是我总结的集团未来发展10年的计划。我向您保证，一定把它发展成为一个有担当、有底线、能传承的企业，就像您跟妈当初创立时希望的那样。爸，这是你当年交给我的家族印章，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。这份家规我也重新理过了，从今往后，儿子一定做到把这个家管得明明白白，绝不会让之前的旧事情再次发生。爸，那我就找一个跟您和妈都合得来的，我们一家人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的。爸，我以后谨遵您的教诲，让每一分钱都帮助到应该帮助的人。我和妈都商量好了，成立慈善基金会，让家里的每一分钱能够实实在在地帮助到别人。老盛，你看到了吗？我们的儿子一个比一个有出息了。你在天之灵也可以安息了。不过，妈问你们句心里话。因为妈，你们都没老婆了，你们会不会怪妈把你们的家庭破坏了吧？妈，您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是他们自己心术不正，怪不了别人。妈，您和爸从小有教导我们，做人要诚实守信，要尊老爱幼，要有底线。像他们那样的女人，留在身边才是祸害。妈，你还记得吗？那时候我上学，学校里有个同学家里穷，受人欺负，爸知道了以后，专门把我叫到跟前，跟我说，做人不能仗着自己有钱就看不起其他人。敏谦，爸问你个事儿，昨天听你妈说，你把自己攒的钱偷偷的给门口那个修鞋的老大爷了。他呀，他那个腿脚不好，天那么冷，我路过嘛，看着心里难受。你这孩子呀，心软得很，见不得别人吃苦。是啊，明谦这孩子心软，这是好事儿，也是软肋。你找对象的时候，可一定得找一个
跟你一样同样善良的人，要不然啊，你这性子容易被拿捏，容易吃亏呀。可不是嘛，他呀得找个懂他的。哎呀，爸，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受人欺负呢？行了行了，到时候啊，哥给你把关。所以说，妈，失去了他们，我们并不后悔。他们心不善，留不住。我们相信，以后我们会遇到更好的人。对，我们盛家男人，输得起，也等得起。等遇到真正配得上我们的人，我们再带回来，让爸好好看看。说得对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我们呢，要向前看，往前走。是，爸爸。